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目前进入一个什么状态了？这是一个很大又很复杂的问题。最近中国发生了多起极端事件，当我认真分析这些事件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恰巧能给我们提供一个部分回答上述问题的独特视角。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到底怎么样了。6月的苏州潮湿炎热，阴雨绵绵。24日一早，苏州城姑苏区的一个普通人家正聚在一起吃着早饭。这家的女主人叫胡有平，下个月就是她55岁生日了。这个年龄对普通中国女性来说，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在中国当前的就业情况下，胡有平很庆幸自己在这个年龄还能有一份工作。吃完早饭，胡有平就匆匆赶往苏州城西面的高新区去上班。他上班的公司负责给高新区的日本人的学校提供校车服务。胡有平是一名校车引导员，他的责任就是在校车停靠的每一站帮助学生上下车，并确认来接孩子的人的身份。胡有平的家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有平这一迈出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对胡有平来说和平常没有什么区别。坐在校车上的几十个日本孩子和往常一样说说笑笑。他虽然听不懂这些孩子说什么，但是他和这些孩子相处的却一直很融洽。下午4点左右，校车照例开到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他已经远远看到一个日本妈妈带着她的孩子站在站台上。车停下来后，就在胡有平从缓慢打开的校车门下来时，眼前的一幕却把他惊呆了。他看到突然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个50多岁的男子，手里拿着刀，直奔那个日本母子冲过去，抬手一刀就刺伤了那个日本母亲，然后随手一下又用刀划伤了站在妈妈旁边的那个孩子。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周围的人一下子惊呆了。眼看着这个男子再次瞄准那个日本小孩冲过去，准备对那个孩子再次补刀时，站在旁边的胡有平也许是出于一个母亲的天性，本能的用手扯住持刀男子的衣服。就在持刀男子回头看的一刻，那个被刺伤的日本妈妈和孩子抓住机会连忙逃走了。持刀男子也没有去追赶逃走的日本母子，他一下子甩开扯着他衣服的胡有平，然后就直接奔车门敞开的校车冲了过去。胡有平一看，立刻吓坏了。持刀男子要是真的闯到校车上，车上的几十个孩子那不就完了吗？于是胡有平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从后面死死抱住持刀男子，死活不让他冲上校车。持刀男子回头看到这次阻挡他的还是这个中国大妈，顿时恼羞成怒，挥刀就捅了胡有平一刀。胡有平在剧痛中倒在了地上。杀红眼的持刀男随后转过身来，开始继续挥刀刺向胡有平。周围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的市民和途经司机这一下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们一拥而上，一起冲过去，把持刀男按倒在地上。随后附近的巡警也赶过来，最终制服了持刀男。这时躺在地上的胡有平的血已经染红了他周围的路面。胡有平和此前被刺伤的日本母子很快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入医院。多亏胡有平的及时出手，日本母子的伤情不严重，但胡有平却伤情很重。2天后，也就是6月26日，医院就宣布他因伤情过重，医治无效去世了。当时很多在场目击的市民都说，如果当时那个持刀男没有被胡有平从背后死死抱住，校车上数十个日本孩子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会被刺伤或刺死。胡有平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一场可能是震惊世界的大量日本孩子在中国被屠杀的国际事件。听闻胡有平的死讯，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治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亲自表达对胡友平的哀悼。金山县志说，胡友平女士挺身保护孩子们，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我仅代表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向胡友平女士的英勇献身表示深切的敬意及衷心的哀悼。随后，日本驻华大使馆降半旗，对胡友平的去世表达哀悼。2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布官方中文微博，说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我们再次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同时还配发了日本国旗降半旗致哀的照片。同一天，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他的记者会上再次对胡友平的离世表示哀悼，对他勇敢的行动表示深切的感谢与敬意，并由衷予以哀悼。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苏州的日本人自发发起对胡友平的募捐行动，在短短1-2天的时间内，已经募捐了人民币超过400万元的捐款，其中日本索尼苏州工厂捐助了100万元。在日本本土也有日本民间人士发起了对胡友平的悼念活动，他们计划在6月30日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为胡友平举办追悼会。和日方对胡友平的高调哀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这边对这个事件和对胡友平的报道是既稀少又低调。在胡友平去世后，苏州市以见义勇为基金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只有3句话的公告，表示将授予他见义勇为模范的称号。中国其他官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内容也同样是简单和空泛，没有报道提供有关胡友平和整个事件的任何额外细节。而且有中国网民反映说，苏州在事发现场有很多警察，找各种理由阻止当地的民众在事发现场摆放纪念胡女士的鲜花。在29日，苏州日报出人意料的报道说，胡友平的告别仪式已经于28日在苏州市殡仪馆举行了。胡友平家属和苏州市的各级领导已经前往吊唁了。苏州日报在报道中还特意说，胡友平的家属和他们联系，表示不接受任何社会的捐款和捐物，而且也希望不要再被打扰。如果有爱心人士想为传递正能量捐款捐物，建议他们可以捐给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我们无从知道胡友平详细的个人生平、职业轨迹和家庭经济情况。从中国媒体公开的他唯一的一个个人肖像照片来看，他大概率来自那些在苏州打工的最普通的中国人家庭。从他从事的校车引导员的职业来看，他家应该不是那种大富大贵的角色。原来能给家庭带来收入的胡友平，现在突然离世了，这对他家庭的收入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胡友平的死挽救了众多的生命，因此在苏州日本人圈中为他募款是出于真诚的感谢，胡友平的家属也应该是受之无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州日报声称胡友平的家属如此快的就决定放弃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的捐款，这样的决定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甚至对他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日本从民间到官方都把胡友平看作是中国的英雄，为什么却没有一家中国媒体对胡友平做深入报道呢？为什么苏州日报的最新报道，其中所有努力似乎都是想把这个事情从中国人的关注点上快速抹掉呢？是因为中共担心深挖胡友平这样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会影响中共努力在世界打造的中国盛世的美景吗？还是中共就是希望整个事件从中国和世界人的脑海中消失得越快越好呢？在6月28日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胡友平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其实如果毛宁说这体现了人性的善良和勇敢，那还说得过去。胡友平在他不顾一切
阻止持刀男杀人时，更可能是他善良本性的释然，是他人性光辉在那一刻的流露。而毛宁这里特意强调中国人这个概念，其实有些牵强。那个挥刀砍杀日本母子的男子，据说报道是个52岁姓周的。那么这个因为胡有平阻止他杀人而残忍杀死胡有平的周姓中国男子，不也是中国人吗？那么这个周姓中国男子又体现了中国人的什么特点呢？毛宁还表示，根据苏州本地警方对于这个事情的初步判断，结论是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在另外的表态中，中共还强调，这个事件并非针对日本人的有目的性攻击。大家都知道，实施暴力的周姓男子就是特意针对日本人去的。中共努力掩盖这个基本事实的原因是，此事发生的时间非常打脸中共官员最近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努力。苏州被称为中国经济最强的地级市，在苏州的发展中，外资的贡献绝对功不可没。截止2023年，苏州累计使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居全国第3。同时，在苏州投资的外资企业中，日资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在苏州的日资企业的数量超过1500家，而且苏州是日本人在中国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据日本外务省统计，去年有超过5300名日本人常驻苏州，是在华日本人人数居第4多的中国城市，因此苏州才有专门针对日本人的学校。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大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苏州经济也出现了许多红灯。因为苏州和日本的紧密经济关系，苏州各级中共官员特意搞了一系列活动，目的就是推动和日本的经济关系。例如6月18日，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特意在日本福冈市召开宣传活动，号召日本民众来苏州旅游。放大到中国全国看，日本过去几十年对中国的投资也是成就目前所谓的中国经济辉煌的重要原因。日本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在所有给中国投资的国家中排第2。截止2022年年底，日本累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已经有5.5万多个。就在苏州暴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6月24日，中共商务部才刚刚放出消息说，准备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大吸引外资的工作力度。而且此前中共还决定对更多国家实施免签政策，希望以此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华旅游。偏偏在这个时刻，最近在中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攻击事件。而周姓男子最近在苏州针对日本学校学生和家长的这次攻击事件，就是这些暴力事件中最新的一起。在日本共同社6月26日报道24日暴力事件的同时，共同社还表示，就在此次暴力事件发生的2个月前，在苏州还发生过另外一起日本人无辜当街被中国人刺伤的事件。共同社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告诉他们，今年4月份，在苏州一条开有多家日本料理的街上，一名日籍男子就被一个中国男子刺中脖子，好在行凶的中国男子快速被巡逻的警方制服，而整个事件也成功被苏州当地政府给小事化了的掩盖起来了。另外一起引起普遍关注的，在中国的外国人被无辜攻击的事件发生在6月10日。4名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教师，因为参与吉林市一所大学的合作教学项目而来到吉林省吉林市。当他们在此地的北山公园游览时，突然被一个持刀的中国男子攻击，40个人都被刀子捅伤，同时一名阻止袭击的中国游客也被刺伤。用刀子捅人的是一个55岁的姓崔的中国男子。碰巧的是，在吉林市和苏州市这2起发生的针对外国人行凶的暴力事件中，作案嫌疑人都是目前失业在家的50多岁的男子。
这样的事情从概率上讲是小概率事件，因此给人感觉是偶然性的。但是如果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你会发现他们又不完全是中共官方反复强调的所谓偶发事件，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暴力事件在中国发生其实是有必然性的。在苏州6月24日这起针对当地日本人学校的暴力事件发生的前面好几年，有关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日本学校的阴谋论就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大量流传了。这些日本学校都是依据中国的法律合法开设的。中国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管理办法就规定了，此类学校不可以招收任何中国籍学生，而且这些学校每年都必须把教职人员和学生的名单以及教材送至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备案。但一些中国社交平台上却传说这些学校是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间谍基地，说日本学校禁止中国人入内，导致中国无法得知学校的教授内容，因此给中国带来国家安全隐患。因此中国网上还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抗日除奸队，有人为了网络流量还跑到日本人学校周围录视频，表示自己一直在监视日本学校的运作。最近在中国网络上甚至传说一所在昆明的日本人学校正在秘密绑架中国小孩。中共对中国互联网上的言论控制的是极其严格的，它其实是有能力迅速遏制这些阴谋论的传播的。但是中共当局除了对极少数的可能引发中国社会恐慌的那些阴谋论发消息否认外，在多数情况下，中共选择放任这些阴谋论在中国网络流传，因为这些阴谋论的效果和中共希望给中国人塑造的世界观的大方向基本一致。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虽然视频具体的拍摄时间不清楚，但是这个视频应该是湖南衡阳的一个叫徐红的中国男子拍摄的。视频显示他在湖南衡阳街头骚扰一个住在中国的美国老人的视频。视频长度大概是2分钟，整个视频他却让我理解了那些暴力攻击外国人的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如果说那些发生的暴力攻击外国人的事件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的话，那么这个视频向我们展现的是支撑那个露出水面的冰山的水下主体，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暴力事件有其必然性。香港现在很混乱，你知道不知道？香港被你们美国人现在搞得一塌糊涂，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作为美国人在我们中国活得这么潇洒，还允许你们美国人在我们中国香港乱来？可不可以回答我？可不可以回答我啊？你们凭什么去插手香港、台湾的事务？我今天是对你很客气，我认认真真跟你说这个事。我是湖南衡阳人，我叫徐红，我是一个爱国的公民。为什么你们美国人要对我们中国这样？我现在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现在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回答我？我很忙。你忙什么吧？你忙什么东西？你忙那个逼的？你忙什么？你忙什么鸡巴玩意？我问你，你现在美国人现在都欺负我们中国人，你知道没有？啊？你们美国总统叫人在搞我们香港，你知道没有？啊？我问你，你们美国人为什么搞我们香港呢？我问你，你现在衡阳，我问你，不要动了。你为什么要搞我们中国香港？我问你，啊？你们美国人凭什么要搞我们中国香港？我问你 ，Come come， 喂 ，Come on，open the door，open the door。美国人有本事出来，我问你，告诉你们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搞我们中国人？在中国香港无所欲为，
擦黑手。我是中国军人，退伍军人，是不是要我重新拿起枪杆打你们美国人？看们原厂打你们。是什么让这个叫徐红的中国男子对这位他素不相识的美国老人如此仇恨呢？是因为他坚信美国政府搞乱了香港，但是香港那颗东方明珠是因为什么而黯然失色的？香港目前快速大陆化的状况到底是谁造成的？中共和习近平当然不会告诉这个湖南衡阳的徐红真相，把中共自己拉的屎甩锅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基本运作原则。在中共打压香港的整个过程，中共媒体始终紧咬海外反华势力这个说法，反复提供可笑的所谓美国 CIA 介入的可笑视频证据。虽然这些说辞在国际上非常可笑，但是中共却非常清楚，这些说法在中国国内却有强大的市场。然后这个徐红在这样一个完全和现实背道而驰的认知基础上，反复强调这个老人应该代表整个美国政府，代表整个美国，而承担所谓的欺负中国的责任。这又是一个让正常人难以理解的荒谬逻辑，荒谬的让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给他解释。因此整个视频中那个美国老人很少回应，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那个美国老人的中文不够好，更重要的是可能是那个美国老人一时理不清该从哪里解释起好。最后美国老人不得不开车一走了之，而拍视频的这个徐红显然感觉自己是在道理上全胜了这个美国人，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了。在视频最后，越来越激动的徐红一边拍打美国人的汽车，一边威胁说自己想拿起武器和美国人再打一仗。因为整个视频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所以他绝对不会成为新闻，但是他却绝好地诠释了最近中国一系列针对西方人的暴力事件的思想基础。直白地说，正是中共对中国人的长期洗脑教育和宣传，塑造了这些暴力事件的思想基础。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即使不一定有胡友平的勇气，但是他们内心是和胡友平一样善良的。但与此同时，从中国网上对最近苏州暴力事件的很多网民反馈来看，中国绝对有一个远超正常社会比例的人群，他们已经被中共的仇恨宣传洗脑到了人性无存的地步。网上流传的一个电话录音是一个中国女的给关押杀害胡友平的周姓凶手的公安机关打电话的录音。这位女士声称，这位周姓的凶手应该被当作民族英雄立刻释放，日本人就是畜生，杀多少都不是错。这位女士能把如此扭曲的反人类的人生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对公安宣讲出来，她的自信来自哪里？来自无知，更来自中国社会对此类观念的默默放纵。那为什么这些暴力事件最近发生的特别多呢？这一点我在前面其实已经暗示了。最近2起攻击事件的凶手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失业在家的50多岁男子。中国就业市场是从来不掩盖年龄歧视的，在当前不断恶化的经济情况下，35岁以上的人都可能会被用人单位嫌弃太老。一个50多岁的人失业了，未来经济上再翻身的可能性就几乎为0了。如果一个人绝望到不想再活下去的时候，在选择用什么方式死亡的时候，他从小被中共灌到脑子里的那些毒素就可能开始起作用了。死之前杀日本人、杀美国人，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因为在中共给他们塑造的扭曲的世界观中，这很可能是一个让他们失败的人生最后辉煌一把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和极端宗教对恐怖主义分子洗脑的效果是一致的。当前在中共经济不断滑坡的情况下，在中共最需要外资为他补血的情况下，中共对中国人几十年的洗脑教育却偏偏在这个时刻开始开花结果了。而这些果实
却是把中共已经极端羸弱的经济往死里毒的毒药。对此，中共表现的是左右为难。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中国人的反西方思维吧，这和自己长期洗脑的策略违背；放任中国人的反西方思维吧，在经济艰难的社会中，类似的暴力事件可能会更多涌现。中共在苏州杀人案后，对案件的本身，对胡友平这样的英雄的低调报道，都可能是这种矛盾的展现。出来混就一定要还的，任何邪恶的思维和策略，最终都将反作用到实施邪恶者自己的身上。在这一点上，中共和极端教义驱使下的恐怖主义分子殊途同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